许多人在解释中东问题的时候，总是像在套标准模板一样，绕不开这几个词：石油利益、宗教矛盾、地理位置。当然，这些因素都真实存在，也确实能够解释一些具体的冲突。但如果把它们当成根本的原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他们很难提供一种统一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中东许多国家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长期处在政治的不稳定当中。因为在不同的中东国家，石油资源、宗教结构以及地缘环境的组合方式并不相同。有的国家石油丰富，有的国家几乎没有石油；有的社会宗教结构复杂，有的社会宗教结构相对同质。但无论条件如何变化，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却在许多的中东国家反复出现。这说明石油、宗教或者地理位置也许能够解释某些具体的事件，却很难使用同一种变量去解释中东问题。如果要寻找真正的根本原因，我们就必须要把近代中东的历史放到一条更加完整的逻辑链条当中去看。而一旦这么做，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长期动荡往往沿着这样一条相似的路径展开。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新的国家在外部力量的划定的边界当中诞生，国家能力尚未形成稳定结构，军人政治迅速成为权力竞争的核心。资源型经济又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财政关系，冷战时期外部势力的介入又进一步放大了内部的竞争，而宗教与种族则逐渐成为最容易被动员的政治网络。在这个结构中，其实包含了2个关键问题的答案：第一，中东问题是如何形成的；第二，中东问题又是如何被不断放大的。概括来说，中东地区的长期动荡正是因为不同的正当性来源长期的同时竞争，没有任何一种能够成为唯一的支配基础。当一个社会最终服从的对象不断变化时，它的政治秩序也很难长期稳定。这个答案并不是抽象的推论，在中东许多国家的历史当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轨迹。为了更具体的理解这一过程，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伊拉克。在20世纪以前，伊拉克这个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今天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几个省份，比如巴格达省、巴士拉省和摩苏尔省。这些地区在帝国体系下分别有地方行政机构管理，它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构。当地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宗教与族群分布，比如什叶派阿拉伯人、逊尼派阿拉伯人以及库尔德人等不同群体。真正改变这一地区政治结构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在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通过塞克斯皮克协定秘密划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地。战后，英国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托管统治，把原来属于不同奥斯曼行省的地方生硬地拼接在了一起，逐渐形成了今天伊拉克的大致边界。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并不是在当地社会内部逐渐形成的，而是在帝国解体之后由外部力量重新组合起来的政治结构。这种建国方式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动荡，但它意味着一个重要的事实：新的国家必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上，从零开始建立稳定的政治能力。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国家能力并没有顺利形成，相反，权力很快开始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发生转移，而最先占领这核心位置的就是军人集团。在许多新建立的国家中，军队往往是最早形成的现代化组织之一，因为它拥有明确的等级结构、集中化的指挥体系以及武装力量。当国家制度本身尚未形成稳定结构时，这种组织能力很容易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但军人集团本身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权力依附对象。军队内部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派系，而这些派系之间的竞争往往通过政变表现出来。在伊拉克，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1958年，一批军官发动政变推翻王室政权，这就是1958年伊拉克革命。但新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1963年，另外一批军官再一次发动政变，推翻了卡西姆政权。随后，在1968年，新的军事集团又一次通过政变掌握国家权力。也就是说，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伊拉克的国家权力已经通过多次军事政变发生转移。在这种结构下，军队不仅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依附对象，而且不同军官集团之间的竞争也使政变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政治更迭方式。
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伊拉克，比如在叙利亚，1949年1年之内就连续发生了3次军事政变。当权力主要依附于军人集团，而不同的军官派系又不断竞争时，政治秩序就不可能形成稳定的结构。而如果军人集团的派系竞争只是暂时现象，那么随着国家制度的逐渐完善，权力依附对象仍然有可能重新稳定下来。但在伊拉克，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其中一个原因与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关。20世纪中叶以后，伊拉克逐渐成为重要的石油生产国，石油收入为国家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来源，也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原本可能形成的财政关系。在许多的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通过向社会征税来维持财政运作。当国家需要长期依赖社会的税收时，政治权力就可能逐渐形成某种制度化的协商结构，因为纳税者最终会要求参与规则的制定。西欧近代的权力转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部分在上期的视频当中已经详细的讨论过。但在资源型经济国家，情况往往不同，国家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石油收入，而不是来自社会的普遍税收。当政府不需要依赖广泛的纳税体系维持运作时，国家与社会之间通过制度进行协商的动力也会相对减弱。在这种条件下，控制资源分配的集团往往会成为政治竞争的核心，因为在伊拉克，控制国家机器就意味着控制石油收入，而控制石油收入又意味着能够维持自己的政治联盟和权力网络。因此，石油不一定能够直接导致政治冲突，但它确实改变了国家权力运行的条件，使权力更容易依附于具体的政治集团，而不是稳定的制度结构。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新国家在外部利益划定的边界中诞生，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就缺乏稳定的国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军人集团很快进入政治，并成为了最有组织能力的权力竞争者。而随着石油资源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国家就不再需要依赖广泛的社会税收，制度化协商的动力因此减弱。这种财政结构进一步削弱了原本就先天不足的国家能力，而与此同时，控制国家机器本身又意味着能够控制石油收入。当国家权力与资源分配紧密结合时，军人集团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加剧。因此，中东问题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相互强化的结构问题。它是权力更容易依附于不断竞争的政治集团，而难以稳定下来。但到这里，我们实际上只解释了第一个问题，中东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在许多的中东国家之所以长期动荡，还与另外2种力量有关：国际政治环境的介入，以及社会内部动员网络的强化。下一期我们继续看第2个问题，中东问题是如何在外部力量与内部动员的作用下被不断放大的。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